汴梁一别，九郎君倒是无恙。元清兄此来，究竟带了多少人啊？10万大军，九郎信吗？当年都不会信，更何况今日？3000甲士，九郎信吗？当年或许会信，可今日不信。500老卒呢？九郎信吗？信。这些人现下何处？你到此处来找我，便是为了此事。伯夷吾乃王都基府最为繁华生息之地，洪处不愿看到此处受了刀兵之灾。洪处是来议和的。议和？为你我？为南唐？亦为吴越。我虽行走于南北，却并无古之行人出使地盟之权。元清兄受命于谁啊？是皇太帝还是润州的燕王？这倒真是交浅言深啊。福州之战，俘获南唐将卒12000有余，生擒枢密副使查文辉。若迎其还乡，不论是在皇太帝还是燕王面前，都是一桩大人情、大功劳。贵国列祖皇帝时，你我两国和睦，近10年来不曾有大战。如今，贵国天子御疾以来，大战3场，1000人之战12场，我吴越军民亦有不少被掳去贵国。若能达成和议，使唐人归唐，吴越人归吴越，两国就此罢兵，也算是元清兄和洪处的一件大功德吧。九郎打的可是好算计，和议之事，乃是两国之事。九郎算准了，只要提出和议，元清是万万不敢做主的，势必会请示江宁朝堂与陛下。这一来一回，没有个3、5日，是不可能说清楚的。而吴越今夜之危，却不可能拖个3、5日。九郎此意一出，无论和议之论是真是假，至少今天夜里，元清是万万不能出手的了。正是如此。元清兄若看重的是个人富贵，那自然可以当作从未听过洪处讲的这番话。可若元清兄心中尚有家国之念，那今夜势必要偃旗息鼓了。九郎何以如此笃定？你元清不在乎个人富贵？元清兄看重的是个人富贵啊，那更好办。我吴越台州刺史之职，已缺至半年之久。我愿亲书表彰，奏与当今大王，保荐元清兄为台州刺史，知本州事。时间过得可真快呀！昔年周中顽童，如今已成国家柱石之臣，吴越前世，国祚不绝。元清兄有决断了？元清亦想要个人富贵，可奈何胸中仍存家国之念。东周，应是正啊。城外境外东楚那边还没有动静。
突进司觐见大王。老令公，老令公，姑错了，让老令公受委屈了。大王，臣90岁了，什么事没见过，些许琢磨，算不得什么委屈。臣唯愿大王能亲贤臣，远小人，计两代先王之志。臣即可便是死了，也能安心追随两代大王于地下了。老令公是我吴越的大司马，战败不明，剑履上殿。孤还指望着令公为国，青天保驾，开疆拓土呢。跪了一宿，秦郎君，办了一宿的大事儿，还未曾议你的罪。按理说，贪渎成性，阴劫贼人，图谋不轨，火焚内库，致使先王薨逝，就这几项罪名，一个寡字，那是逃脱不掉的。求秦郎君救命！我为何要救你的命？我又如何救得了你的命？小人自知罪无可悔，甘愿戴罪立功，只求郎君为小人说几句话。小人在此立誓，此生此世，甘愿为郎君驾前走马之权。郎君有所吩咐，小人纵肝脑涂地，亦不敢辞。教命以下：程昭岳私藏甲胄，因续死事，勾结敌国，图谋大逆。以下有司，明正典刑，夷三族。教命以下御史台，从亲卫都调100人，护从御史前往山岳社，将程昭岳拘拿归案。我不需要你肝脑涂地，将差事办得仔细些，莫叫人挑出错处来。小人叩谢秦郎君活命之恩。山岳社，这。屈水灭火！吁！坐队，火势太大了，不能太上身。听见了吗？
备。待到秋来，9月8，我花开后，百花杀，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紫泉宫殿，锁烟霞，欲去无城作帝驾，欲兮不远，归日角。尽凡应事，到天涯。于今腐草无萤火，钟鼓垂杨有木鸦。地下若逢陈后主，其意重问后庭话。这是程昭月的仪表。孤在问，这可是那贼子的仪表？大王明鉴，这是李商隐的诗。程昭月粗鄙不闻，不过是附庸风雅、垂死狂吠而已。大王不必挂怀。其意重问，后庭话。这贼子是在骂姑，他是在骂姑，是陈叔宝，在骂姑。是杨广，待到秋来9月8，我花开后百花杀，冲天香阵透长安。满城尽带黄金甲，好大西风满院栽，蕊寒香冷蝶。先生，青哥，方才一哥和一哥送的是谁的诗啊？是不知道，还是不能说？回先生的话，倾心相饮是不能说。上前来。倾心相饮，乃圣人伦常大义。你这倾心相饮，用错了地方。大郎来了啊！除我以外，小乙哥还邀了旁人吗？没有。找我何事啊？衙内带枢密掌管府中内务，此人最重规矩。
不该小人知道的，小人不敢问呢。小乙哥，小乙哥，哎，小乙哥，找我何事啊？啊，算了，先不着急说事。哎呀，把几日前咱们饮剩下来的那半瓮老酒，你差人取来，我先解解渴。哎呀，我说从哪钻出来个大呼小叫的屠户？你当副帅的枢密府什么地方？啊，翻楼的酒肆吗？哎呀，我哪有那胆子？我是看枢密不在，想讨口好酒，舒活筋骨。你如何知道副帅不在府中啊？我刚自晋中来，也不知道出了什么大事儿。官家与几位相公已经议了2个时辰了。那议的应该就是一件事儿了。什么事儿？九郎自杭州写来了信。他还知道来信啊？我还以为他在江南温润之地待久了，把你这位大哥给忘到九霄云外去了。先生，这诗是我要送的，亲哥并不曾送，姨哥却是跟着我送的。先生要罚，只管罚我，姨哥的戒尺我也一并替他受了。你们送的是谁的诗啊？王朝。黄巢是何人？反贼。一哥儿，回去坐吧。黄巢是反贼吗？是，也不是。唐末之际，藩镇四起，党争不断，烟患涌世。举国上下，无一人用心于治道。税捐严纳100年。苛政荼毒天下，人活不下去了，才会揭竿而起。你饿了要吃东西，这不是罪；你想法活下去，这也不是罪。黄王御军入长安，安民书所及之处，京畿百姓迎粮引从，单食胡浆以迎之。兵败关中之前，这黄王之君，实在称不上一个贼字。造反了，如何不是贼？何为贼？残民以惩，是为贼；荼毒百姓，是为贼；苛政虐下，是为贼；盗掠人才，是为贼。商汤伐夏桀，文武除纣辛，都是造反。却不能称为贼。《周易》有云：“谓之革命。”什么叫革命？治世用法，治军以律，诛除苛暴，定乱安民，便是革命。《周易》上说：“汤武革命，顺乎于天，应乎于人。”不过文博先生刚刚新著的这一出，翻楼市上的那些打卦仙儿们，估计又得重新编词了。大兄，给二爷请安。既是开了蒙，就要跟着先生多学些道，别成天跟着你三叔瞎胡闹。是，谢阿爹教诲。大兄，是弟弟的错，大兄不要责罚姨哥。哎呦，呵呵，还真是一个小男子汉呐！啊，钱家今年要减购。九郎在信中说的隐晦，其实就这么个意思。先是和南唐在福州大战了一场，兵马一动，事事都是钱粮。再加上夏秋两季，5、6个州连降暴雨，10几个县都闹了水灾。光赈济这一下，5月的府库怕是便要掏空了。而且，前王有意捐免今年全境的赋税，这么一来，
发往朝廷的常例年贡便捉襟见肘了。或许钱家九郎只是把话说得重了些。钱家老九，那可是敢在崇元殿上对张彦泽亮刀子的人。我不信，这样的人会为了少供些钱货，便对朝廷扯谎。如此，事情怕是有些不好办了。确实不好办。不然我找你干什么？昨日副帅还说，年后三军的犒赏还有好大个口子，而且三司杜支那边也已经把这20万算进去了。吴相公，九郎军连夜调兵，未能及时恩赏，全仗着一顿板子立威，才压住了金星。如今祸乱已平，镇国镇武各都上下皆是有功之臣，事前不赏，犹自情有可原；这事后不赏，这是要激起大乱子的。宣城侯，程昭月谋逆，一夜之间，山岳社在国中60多家分号铺子，有42家一把火烧了个干净，其余20多家只剩下一片片空房子、空院子，财货、银券、钱币、粮米却是半分皆无。朝廷兴大兵，大王如今连给汴梁朝廷的年贡都凑不出来。以前的贡事是由程昭月的山岳社预先支应，再与户部和宫中报销。如今程昭月已死，山岳社变成了个空壳子。这8万两匹银券，你只管与程昭月去要，老夫这里是分文没有。胡令公，你是大司马，军中诸将为你所尊，镇国镇武，各都不过是随着九郎在罗城外绕了个圈子。刀未沾血，剑未离弦，如此的功劳，当得起一个人10民大钱的赏赐吗？七郎君，军中的那些娃娃们都是讲理的。张云这小子年轻，说的不对，有赏无赏。不是看是先是后，无功便不当赏，有功便不当不赏。九郎君，是。那一夜你是带兵的主帅，可否请郎君跟大王和当殿文武说说，平息程昭月之乱？你麾下的那些儿郎，是有功还是无功？是该赏还是不该赏？回胡令公的话，我是鱼畅子，不会带兵，只会胡闹。九郎，我得对胡令公无礼。回禀大王，臣弟顽劣，没有大司马的本事，在军中是打过许多人的板子，却从未发过赏钱。混账！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孤的朝堂，不是博弈物里的9四渔场。大司马在和诸位相公商议国事，不是小孩子过家家。叫你去东南行营，那是为了让你跟诸位太尉将军学些安身立命的本事，不是叫你去胡闹的。军中最重的便是赏罚，赏罚不明，那是要败坏国事的。你自少顽劣，人家叫你是鱼瘴子，那是什么好名声吗？孤原以为这么多年你长进了，能为国家做些事了，如今这么看来，是孤痴心妄想。
吾每日多少正事要做，没心思与你置气。拔去你那衙右统军事之职，交还兵符。启郎，收了他的兵符。王兄，连你也要抗命！好，好，你有骨气，你硬气，收了他的兵符。程昱大司马，在姑，还有大司马和诸位太尉将军，你既不会带兵，姑也不难为你。滚去台州，坐上一任知州，好好体味一番什么叫做世道艰难。臣弟谨奉王教。明日一早便启程出发，沿途不许耽搁，更不许生事滋扰地方。若再让姑知道你敢胡闹，断不轻饶。不必等明日，臣弟现在就回家收拾行当，连夜动身，不在杭州，挨六哥眼。混账！父母上墙的烂泥！